大家好，老公陪爱好钓鱼的韩国朋友来佛罗里达皮尔斯堡，主要在3个地方钓鱼。现在我把在不同时间拍的3个钓鱼地点分享给大家。第一个地点是地图上的1号钓点，名字叫梅罗迪巷钓鱼栈桥。我来问一下老公，为什么选这3个钓点呢？我一个个解释一下，就是这3个钓点的不同的特点，为什么选择钓点需要考虑什么事情。现在可以看到呢，这个栈桥实际上修得非常漂亮，我这个好像是看的是最漂亮的一个了吧。这个钓点呢是市中心的边上，除了这个栈桥可以钓呢，沿着这个岸边它也修了个大堤，大堤上面也有很多钓鱼的人。原来呢是把这个当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，因为这2天呢都刮大风，刮大风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好像不避风，所以呢实际上在这儿我们就只是抓小鱼，抓了小鱼到其他地方去钓。这个也是放成了就是我们一直想到这儿来钓的这个地点之一。因为是在城市边上，所以钓鱼的人也挺多的，一会儿他们就上有人上鱼。但是呢，你可以看呢，这个钓上的鱼，这个尺寸都不够。就是我观察了一段时间，这个鱼是好鱼了，这个也是目标鱼，但是尺寸都不够，所以他们也都丢下去了。这个你现在可以看到，钓鱼人还挺多的。那么我们最后决定呢，在这撒网抓小鱼，抓完小鱼以后就走了，就没在这儿钓。第2个钓点是入海口秃堤公园，也就是地图上的2号钓点。这个钓点呢，实际上是在岛上面，也就是入海口的地方。那么100多年前呢，为了保护堤岸，以及呢保护这个沙滩呢，当时就建了这个叫凸堤，那么就是突出的突，这个堤坝的堤。那么上面呢，这个当然是丢了很多的大石头下去了，因为水比较深，然后丢了大石头，然后修了这个步道。那这个呢，就给大家相当于一个公园的这个环境。那么还有凳子，那这个地方可以走路，可以看日出、看日落，搞活动什么之类的。那么更多的情况之下呢，是留给大家钓鱼的，因为这个呢是突出到海里面，所以呢，这个有点像这个栈桥一样的，所以呢水是比较深，所以这个地方呢鱼就会相对比较多。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，就是说入海口这个地方呢，因为涨潮落潮1天有2次呢，就是所以呢水呢，要不然呢是涨潮的时候呢，这个潮水呢会向这个内陆灌，那么落潮的时候呢，内陆的水呢要往外跑，所以这个地方就相当于一个这个河一样的，水流的比较急，那么小鱼小虾就待不住，所以小鱼小虾待不住呢，就随着这个水流就动，然后大鱼呢就藏在下面来吃小鱼小虾，所以钓鱼的时候呢，就是利用了这个潮涨潮落的这个时间来钓鱼。我看你买了虾钓鱼，钓了半天才钓1条够尺寸的鱼，一点不合算吧？不好这么说吧，因为钓鱼本身是体育活动，又是娱乐，那么过把瘾也可以。这次实际上在这儿呢，这个钓点实际上非常好，因为上了很多的鱼，但是呢，就是鱼尺寸不够大，有2种原因。一个呢，佛罗里达呢为了控制鱼呢这个数量，那个保护鱼的资源，所以它尺寸呢这个提得很高。像刚才这个朋友钓的，它都已经15寸了，但是呢就不到这个18寸的这个要求。像这个黑人钓的这个就更小了，它11寸左右吧，那离这个18寸还差得远呢。哇，这位老兄上了一条大鱼。
那是条猫鱼啊。这边海边呢，另外一个特点呢，就是 catfish， 也就是猫鱼呢特别多。反正钓上猫鱼呢，大家就唉声叹气，因为浪费了一个虾或者一条小鱼，最后上来鱼呢，这个又是一个不是好的目标鱼。第3个地点是我们住的广场酒店后院，也就是地图上的3号。大家看图呢，它呢也是在入海口这个的地方，离刚才那个这个凸堤钓点呢实际上不远，走路的距离。而且这个呢是弯进来的，那么海水在流的时候呢，那么后院这片水呢就相对来讲比较静一些，那么小鱼小虾呢就能够待得住，所以大鱼呢就会到这儿来抓小鱼小虾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钓鱼的地方。而且呢，旅馆建了非常好的设施，晚上还有灯，这个来钓鱼。那么我们去年呢在这儿钓过一次，觉得没过瘾，所以这次呢是专门到这儿来钓鱼，这呢是最主要的。那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，钓鱼是要钓早晚，意思也就是说可以钓得比较晚，或者呢早晨先来钓鱼，钓完鱼以后再去吃早饭。那么假如在宾馆的后院来钓的话呢，就比较安全，而且外面人呢是不让在这钓的，除非是你住在这儿的。你们确实是过了把瘾啊！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再见。